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勤勤恳恳，生活一成不变，但几年过去，财务状况依然毫无起色。或者你自己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？明明很努力在省钱，在加班，在规划，但钱却始终存不住。无论收入增长多少，总会以看不见的方式迅速花光。但奇怪的是，那些真正富有的人好像总在花钱，他们买服务，买时间，买成长，买体验，结果钱却越来越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他们是靠运气，还是我们误解了什么关键？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，金钱其实是一种能量流，而不是静止的数字。在量子经济学的视角里，每一个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能量交换。当你把钱紧紧攥在手里不动，它就像是一滩死水，慢慢蒸发，慢慢消耗。而富人之所以越花越多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让金钱流动起来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让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一直在追着钱跑呢？接下来我将向你介绍2个关键步骤，帮你从静态存钱思维转向动态财富循环模式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低财富思维陷阱。在财富心理学里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，叫做财务设定点 （Financial Set Point）。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内在的一台金钱恒温器。从小到大，你听到的金钱观念、家庭氛围、周围人谈论金钱的方式，都会一点点把你的金钱温度设定成一个固定值。比如，小时候家里总说钱很难赚，每次过年听到的都是今年又没存下什么。父母对富人不是羡慕，而是用一种他们有问题的语气说，有钱人都是不干净的。听多了，你的潜意识就会默认，金钱是危险的，拥有太多钱会让人变坏，我们这种普通人只能过普通日子，这就是所谓的贫穷舒适区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一旦你开始突破，比如升职，接到大额订单，投资，赚到一笔钱，你的大脑会悄悄启动自我校准机制，通过焦虑、拖延、冲动消费，甚至突然开始无意义的忙碌，把你拉回那个你习惯的贫穷温度。听起来可怕，但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大脑保护机制。神经科学研究早就发现，大脑最爱的不是成功，而是熟悉，哪怕那个熟悉是贫穷、焦虑、匮乏。那么应该如何转变这个思维呢？第一步，打破努力等于赚钱的老旧逻辑。你知道吗？最容易陷入贫穷思维的人，是那些深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变富的人。而真正的富人思维是，努力要配对在杠杆上。努力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你把它用在哪儿。普通人每天忙着省钱、节约、忍耐，富人则把时间花在如何让金钱替自己工作、投资、合作、系统化思维。心理认知建议，每天花5分钟问自己，我今天的努力是在创造长期价值，还是在短期重复体力？第二步，觉察贫穷语言，重塑金钱信念。语言是一切思维的起点。常说的话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，钱不够，这些语句会持续在你脑中加固匮乏回路，让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，有缺。财富心理学建议，改写你的语言，训练你的意识。我正在创造资源来拥有它。金钱流向愿意承担责任的人，而我就是那个人。当你改变用语的频率，你正在调整你与金钱的关系。第三步，从赚多少钱转向我能创造什么价值。这才是富人真正的底层思维。低财富思维，我值多少钱？
高财富思维，我创造什么？能服务多少人？比如，一个普通的自媒体写手，想着每篇稿费能多10块就好了，而另一个人开始问，我的内容能不能触达1万人？能不能打包成课程？能不能授权？思维训练练习，每天问自己，我今天为世界创造了什么？只要你每天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你的财富增长就不再只是数字游戏，而是价值流动的回馈。如何真正建立富人思维，实现财富跃迁？我们不谈虚的，直接给你几个实际的小行动。第一，把储蓄变成分配，每月把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分成以下3类用途：一是成长投资，例如学习新技能、买书、报课程；二是人脉建设，比如请值得交流的人吃饭、参加活动；三是心情提升，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买单，比如换一个舒服的工作椅，或者一次让你真正放松的短途旅行。第二，花钱时练习能量转化意识。每当你花钱，不要说又少一笔，而是对自己说，这笔钱会以更大的方式流回来。听起来像是信念灌输，其实这就是潜意识重塑最关键的第一步。第三，把安全感从银行数字转移到流动中的创造力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账户有多少，而是你有能力让钱不断回来，哪怕短期流出去，也知道如何用它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如果你能做到这3件事，那么你已经开始从被困住的 99% 往觉醒的 1% 迈进。你会发现，财富开始以新的方式靠近你，人脉、机会、资源开始与你频率对齐。你不再用存钱换来安全感，而是靠成长建立自由感。金钱不是储存出来的，而是流动出来的。财富的本质不是多省一点，而是用得其所。如果你想从今天开始启动你真正的金钱能量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已觉醒财富思维。把这句话深深种进你的潜意识，让你的潜意识收到这个清晰的信号。让我们一起从努力存钱到轻松生钱，从怕花钱到智慧用钱。你也可以成为那个越花越富的人。订阅3博士高维研究所，每周带你一次思维升级，一步步走向真正的财富自由。我们下次见。